我中了8000万，妻子却让我装穷。她让我告诉所有人，炒股亏光了全部积蓄。我不懂，还是照做了。2个月里，亲戚聚餐没人叫我，兄弟借钱绕着我走，我妈打电话都少了。可老家拆迁那晚，父亲红着眼说：“你大哥他们都不肯让，但这钱爸给你留了一部。”我坐在老屋门槛上，看着曾经避我的面孔重新堆起笑容。那一刻我懂了，老婆不是让我装穷，她是让我在钱到手之前，先看清谁是人，谁是鬼。妈，我出事情了。什么事情？我炒股亏光了所有积蓄，还欠了20万外债。妈，你能不能先借我10万周转一下？就3个月，我保证还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妈，我也是没办法了。你大哥房贷还没还完，你爸身体也不好，家里哪有钱？妈，我没让你全出，你就借我10万。10万也没有，你去找堂堂娘家想办法吧。他爸妈不是退休金高吗？这时候不帮你们谁帮？谁呀？大半夜的。沈岩外面赔了找咱借钱。行了行了，你也别太着急，年轻吃点亏正常，早点睡吧，别把身体搞坏了。他说让我别把身体搞坏了。明天继续。你妈电话打完了，接下来是朋友圈亲戚群，你大哥、你小姑、你二叔，一个都别漏，漏一个戏就不真。我是不是挺可笑的？我中了8000万，第一通电话是哭着跟人借钱。不是可笑，是聪明。你现在哭一场，以后就不用哭着被人分钱。明天早上7点发朋友圈，作词我想好了，你照发。你想好了？7点整先发朋友圈，等10分钟，看谁先跳出来，然后按顺序打电话。你大哥、你小姑、你二叔，一个不落。我知道的。话术我已经给你编好了，不用急，照说就行。免提。沈岩，你真亏光了！你不是说你那几十万是存定期吗？什么时候炒的？你怎么不早说？早说有用吗？哥，你手里宽裕的话，能不能先借我5万？3个月，我保证还。我宽裕个屁！我房贷车贷养孩子哪有钱？你自己想办法。男人跌倒了得自己爬起来，别指望别人。还真是。你看，他信了。他说男人跌倒了得自己爬起来。上个月他跌倒找我借2万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拦了，没拦住。哎呦，也太惯着他了。夫妻之间要互相扶持嘛，可别因为钱伤感情。你姐说我是家里最出息的，现在我亏钱了，急着把我们推开。你小姑和你二叔的电话，你妈一会儿会打过来骂你不懂事儿，准备好了。妈，你爸说你朋友圈发了，你发那儿干啥？贤哥他们都看见了，你二叔打电话来我都不好意思说。妈，我没想丢人，我就是告诉大家我现在没钱了，别找我借。你晚上别回来了，你大哥一家要来吃饭，你现在这样大家见面尴尬。我回去吃饭怎么了？我还能开口借钱吗？你哥怎么拒绝你？真困难就找唐彤爸妈，别老盯着自己家里人。妈，我也是你儿子。改天再说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看看，都齐了，就我们不是家里人。你先去吧，我来。吃完洗碗。爸，你妈说你亏了钱，以后别碰那些了。你大哥他们都在，你现在别回来，过几天等风声过了再说。爸，要是缓不过来呢？爸，太凉了，先这样。我吃饱了。你爷爷留给你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但现在还不能看。你现在的任务是装穷，装到所有人都信。沈岩在家吗？我来收钱。快开门啊！别动，我来。沈岩在家吗？从现在起，你有纠纷了。开门。你是沈岩呢？我是他妻子，你有事儿直接说。欠20万，今天先还5万，利息另算。这不是我签的。你朋友圈自己都承认了，怎么着？有钱住这么好的小区，没钱还？大家都看看啊，这人欠钱不还，住商品房装穷。你说沈岩朋友圈承认，你认识他？网上看到的。哪个网上？哥，算了，这女的不好惹。纸张留下，否则我现在报警说你伪造签名上门威胁。3秒钟，你选。你等着，咱们走着瞧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看这个言字的最后一笔，往右挑。不可能，他是我哥。他也知道你是他弟。喂，沈岩嘛，我是老家老梁，你家那片老房子要拆迁摸底了，你爸让你大哥来签字，可我记得你爷爷当年也给你留过份额，你最好回来看一眼，再晚名字就没了。什么时候签？明天上午9点，村委办公室。你自己看。老宅东厢2间，留给次孙沈岩。这是我爷爷的字。你爷爷走后第3年，老邻居偷偷塞给我的。他说你爷爷最放心不下你，现在他们以为你穷，这时候他们对老宅的态度才会露出真样子。他们争了3年，没人告诉我这张纸在哪儿，该我动了。
啊，沈岩，喂，你爸说你回老家一趟，老房子村里要登记。登记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住那儿，我也没户口在村里。你也是家里人嘛，登记的事儿回来看看。我没钱坐车，坐车能要几个钱？50、60块你都没有？我在外面欠着，昨天还要上门讨钱。我怕他们跟着我去老家，到时候丢人的是你们。他爱来不来，少他一个也能签。你们觉得少我也能签，那就别叫我了。我麻烦多，别给老沈家丢人，如你们所愿。听到了，他们想瞒着我签，走，让他们先到，让他们以为你不敢去。说完了，我们再看谁收不了场。他们已经到了。你不是说没钱坐车吗？借的车。欠债了还摆谱，借车来充面子，也不嫌丢人。就是，别到时候拆迁款没拿到，人家先追到村里来，到时候人家一看，哟，这家人穷成这样，就剩老宅了，还不赶紧抢？人都到齐了，先签吧，我填就行了。家庭内部确认过了？确认过了，我弟也没意见，他欠债呢，顾不上这些。我有意见。二叔，你让开。沈岩，这套老宅不止我爸一个人的份儿，我爷爷当年给我留了东厢2间和院后菜地1半。有材料吗？我想看原件，我爷爷留给我爸的那份原件。他胡说，他现在欠债见钱眼开，什么爷爷留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爸，你跟他讲。这是当年的复印件，东厢厢2院后菜地1半，上面有沈怀先生的签名和手印。如果有这份东西，今天不能直接按户主单独签，需要先确认份额。他胡能说明啥？复印件我明天给你印100份。他们穷疯了，啥事儿做不出来。沈岩，你别把家丑闹到村委，你有事儿回家说不行吗？这些年没人说，不代表没有，也可能是有人不想让他说。唐桑，你少挑拨我们一家人。爸，那您把原件拿出来。沈岩，你就非要逼你爸吗？你爸多大岁数了，你看不见吗？妈，你们说我是家里人，家里人想看自己爷爷留的东西，叫逼人。沈岩，你还真长本事了，你他妈都闹够了没有？别动，把手松开。德海，有些东西你藏了这么多年，也该拿出来了。你们以为只有你家有一份？淮山叔当年怕你们偏心，特九里留了一份配在村里老会计那儿。这东在你那儿。他走之前跟我说，不到万不得已别拿出来。今天这个局面，算不算万不得已？沈家村86号老宅，东厢2间归次孙沈岩所有，院后菜地1半归沈岩所有。这上面有见证人老梁和老梁。2014年3月，沈德海先生，这份材料你知道吗？年代久了，我记不清了。哼。得主淮山叔走的那天，他亲手把原件给你，我就在堂屋门口。他说的原话是：东厢留给燕儿，这还心软，别让他没地方站。你记不清了，你是不敢记。就算有房子，这些年是我修的，我出了钱出了力。你出了多少钱？修房顶的票据有吗？换瓦的转账记录有吗？农村修房子谁还留那些东西？谁家修房还开发票？那就是没有。你们说一直照看，是指每年清明回来站在门口拍张照吗？还是说草高了也算照看？沈岩，你非要把家里闹散才满意吗？你爷爷要是在，他愿意看到你这样。妈，不是我闹，是你们想趁我不在把我的名字抹掉。那这张假借条你们也都知道吗？欠钱还钱，这只是第一段，承认欠债了。借条原件在我手里，如果需要可以做笔迹鉴定。你别乱说话，闭嘴！真是你干的？我没有，跟我没关系。今天这个字不能签，涉及产权争议，必须先确认份额。不行，今天必须签，村里马上统一上报。你耽误了我找谁去？强哥，尾款什么时候结？你胡说什么？嫂子，拿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强哥，你让我带人去吓唬他，说只要他怕了就不敢回来争房子。借条也是你给我的，你现在装不认识？爸，你打我？那是你亲弟弟！亲弟弟？你们什么时候真把他当亲儿子了？爷爷把东乡留给他，不就是偏心吗？我在老家守了这么多年，凭什么分他一半？你所谓的守，就是让房子漏雨，菜地荒着，是把本来属于他的钱还给他，这叫还，不叫分。强哥，尾款2000，今天结不结？都别走，涉及伪造借条和上门威胁，去我说清楚。沈岩，你哥以后怎么做人？你真要把他送进去吗？还有孩子呢。妈，昨天他们堵我家门说怎么做人，妈也是不知道真相。这是家族群聊天记录，您说过的话，屏幕上都存着。走。原件在这儿，爸一直没毁，你爷爷的东西我没敢毁。那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德柱，你这张不是原件，这上面的手印不对，是后来瞄的。德柱，你再想想，淮山叔给你那张纸右下角有一块烟灰烫出来的小洞，那年他写完之后抽烟，烟灰掉上去烫了一下，他说正好当记号。这张没有动，这个是后来照着抄的。原件最后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？很多年前了，我放在柜子底层，后来家里翻修拿出来过一次，再后来就不知道了。谁在场？
都多少年了，谁记得清？家里东西多，放乱了拿错了也正常，你们别什么事都往坏了想。记不清没关系，村里备份已经能证明沈岩有份额，但是有人换走原件这件事比征房子更严重，这叫篡权后权属材料。汤汤，你别把话说的这么吓人，放乱了也许就是拿错了，你一张嘴就把全家人都说成贼了。急了就是知道什么。今天别再钱了，你们回去把家里翻一遍，真原件找不到就按村里备份走，备份的法律教律一样，别怕。这里以前放过箱子，四四方方的，压痕还在。爷爷以前有个樟木箱，放族谱和地契的，爷爷走后就没见过了。箱子在你哥家，当年他说老屋潮，箱子放这里会坏，就搬去他家了。什么时候搬的？翻修那年，就是你们说的我拿出原件那年。爸，你知道他可能拿走了原件，我没想到他会换，我以为他只是想看看，他是我儿子呀。沈强家现在有人吗？他被带去问话了，马娟跟过去了，家里应该没人。现在去他家。着火了！沈强家后院着火了！箱子在里面！别进去，我没灭透。早上我看见马娟回来过，抱着一个纸袋进了后门，走的时候慌慌张张的，连门儿都没关严。你在哪儿？我在锁门口，怎么了？家里后院怎么着火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在家。你是不是回来过？邻居看见你回来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放火？我烧自己家干什么？那个樟木箱烧了。爸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对谁都不好。沈岩现在欠马娟，假借条的事已经有人交代了。后院起火前有邻居看见你回来过，警方已经在现场取证。你现在马上回来，把事情说清楚。箱底有个暗层，没有完全烧穿。原件残片。爸，我对不起你呀！谁让你烧的？谁让我烧的？还不是为了你！要不是你没用，连个弟弟都压不住，我用得着这样吗？你说你什么都办不好，伪造借调被人抓，签字被人挡，我替你擦了多少屁股？我让你拿出来藏好，我让你把箱子搬走藏好，没让你烧。原件真在你那儿。沈岩，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有人给你留东西？你出去打工的时候是我在村里，房子漏雨是我修的，院墙塌了是我勒的，爷爷留给我的我不让，假债我也不会认。你做过什么，自己去跟警察说清楚。你真要把你亲哥送进去？是你先把我推到门外的。你找人堵我家门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是你弟。你们家老宅这边刚刚有人提交过一份放弃份额声明，上面写着沈岩自愿放弃东乡和菜地，签名沈岩。什么时候提交的？谁提交的？今天早上8点半，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女人说沈岩不方便回来，让家里人代交。沈岩，这个手印我们需要核战，如果确认是你的指纹，这份放弃声明在法律上对你很不利。我没有按过，这个手印不是我的。你说没有就没有，手印都在这儿了，你还想赖？天底下哪来那么多人冒充你按手印？这份声明是什么时候提交的？昨天上午11点47分。昨天上午11点47分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，物业电梯监控、外卖订单记录都能证明我没出门。那就说明不是本人提交。沈岩11点47分人在家里，无法出现在便民中心。万一是他提前按好的呢？他早就想好了要演戏，提前按一个手印让家里人代交，现在翻脸不认，这不是没有可能。你怎么知道是提前按好的？指纹可以鉴定，时间也可以鉴定。按手印时必须附有活体特征，指纹压印时周围的油墨扩散痕迹能判断是当时按的还是提前按的。不是沈岩本人，事前本人是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女人，说沈岩欠不方便回来，让家里代交。登记代交声明姓名时写了何英。
妈，你为什么？我也是为了你好，你都欠了。那房子要是写女下，人家会来抢。我先替你放弃了，以后你哥日子好了会补给你。你信他会补我？他是你亲哥，他不是外人。那我是你亲儿子吗？手印呢？手印你从哪儿弄的？去年你住院那次，沈岩来看你，在床边趴着睡着了，我拿他的手指按了一个。请跟我们走。沈岩，妈错了，妈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别让他们带我走，妈都跟你说了，妈都承认了。妈，有事找律师。谁发的？陌生号码，没有备注，别回。他们知道彩票。你开奖那晚太激动了，在客厅喊了数字，你喊得很大声，我当时在阳台都听见去了，不是邻居听见的，是楼下那辆车里坐的人。他们听到我说的数目了，他们知道是我中的。彩票长第二日逼我去彩票附近，老板说那晚开奖之后，薛成接了好几个电话，还把店里的监控回放看了很久。薛成，彩票站老板。对，你那天买票的时候，他应该没认出你，但监控里能看清你的脸。开奖结果出来之后，一对就知道是谁了。所以你让我说破产是为了？是，如果有人知道你中奖了，他们会扑上来；但如果他们只听到一点风声，他们就会怀疑，就会试探，就会出错，我们才有机会看清楚谁在背后。彩票呢？还在卧室抽屉。开奖第二天我就把它存进了银行保管箱，卧室抽屉里的文件袋是空的。你眼不像，因为你知道真票不在家，你就不会怕。你不怕，别人也看不出你是个被逼到墙角的人。你爷爷临走前把你叫到床边，你当时在外地实习没赶回来，他就跟我说东想留个样儿，我当时答应了。可后来你哥结婚，你妈一直说老大在身边，东西该先顾老大，我听了他的，不是不知道对错，拖到他们把我的手印都拿走。你爷爷还有一个小铁柜，在我屋里床底下，我一直没打开过。我现在告诉你他在哪儿，你现在去拿，别让你妈和你哥先回家。沈岩，你别太过分！你真以为自己中了彩票就能把我们全踩死吗？别装了！你那张8987万的彩票，我们早就知道。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不是早就让彩票站老板帮你查了吗？他说中奖那注号码就是你弟买的。要不是他突然说自己炒股亏光了，你会这么急着抢老宅？你以为你急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凭什么闭嘴？现在要出事的是我们两个，你以为你还瞒得住？你说的彩票在哪里？票号是多少？哪天买的？在哪个柜台打的？你们拿到过原票吗？见过票面吗？我们就是听别人说，谁知道是不是真的？听别人说就敢伪造借条，听别人说就敢冒名放弃沈岩的份额，听别人说就敢跟踪我们。妈，你们要是觉得我是亲人，为什么不先问我一句？为什么第一反应不是替我高兴，而是抢老宅、做假声明、找人堵我家门？别说为我好，这3个字我听够了。跟我走。去家里，现在就去。我在这里看着他们，不会再让他们动了。门锁好的，但有人回来过。铁柜没了。爸，铁柜被人拿走了。不可能，钥匙一直在我身上，没有钥匙怎么开？爸，铁柜除了钥匙还能怎么开？后面有个暗扣，你爷爷以前说过，不用钥匙也能开。那暗扣在后半左脚，一按就弹开了。谁知道这个暗扣？你小姑，她小时候最爱翻你爷爷东西，那时候你爷爷还没锁柜子。沈岩啊，你和糖糖现在是不是在你爸屋里？小姑，铁柜在你手里。别说的这么难听嘛。你想干什么？想要铁柜，就拿彩票来换。我不要钱，就要那张票。你拿票来，我把柜子还你，公平吧？小姑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8987万，拿一张票换个破铁柜，你不亏。小姑，铁柜里有什么？你打开看过吗？我没兴趣看。你没兴趣看，却拿它来换彩票，看来你很清楚里面的东西对沈岩很重要，说明你已经知道里面是什么了。糖糖，你不用套我话。今天晚上6点，村北废油部，你们2个来，别带警察，别带你爸。你想得美！那就别要了。
我把它扔河里，谁也找不到。彩票不在我们身上，银行保管箱对吧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6点废邮部，迟1分钟我就砸柜子。进来吧，门没锁。箱子还给我。票呢？你见到票，我见到柜子。先看柜子里的东西，你打开了我才给票。沈岩，你小时候是我抱大的，可现在不是小时候了。先给了票，柜子你抱走，我不揽。票可以给，但你要写一交接说明，说明这个铁柜是爷爷遗物，你从爸家拿走，现在交还给沈岩。你还想让我留证据？不留证据，你回头说没拿过柜子怎么办？否则以后沈志强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也洗不干净。少吓唬我！票在银行保管箱里，你们现在是拿了假票，那就算了，走。站住！把票拿出来，我看看。柜子，你自己开。这不是那张，号码不对，你耍我！我从没说过这是真票。你们不怕我毁了柜子？你已经没有能毁的了。当时，彩票是我的，沈岩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。你想是谁接你放学的？小姑最后那句话什么意思？她说有人比她狠。他不是吓唬你，他身后还有人。彩票站老板薛成是明面上的人，他知道中奖人信息，但光靠他一个人没有胆子连续跟踪，也没有胆子盯银行保管库。薛成就是那个姓薛的。对，你那天买票那家店的老板就叫薛成，但薛成只是棋子。爸，铁柜找到了。陈会计，你爷爷撵石是老朋友，以前在公社管账，后来搬到城南去了。你爷爷的账目有一半都是陈会计帮着做的，你要找他就去。谁？陈老，我们是沈怀山的家人。像，你跟你爷爷年轻时候眼神像。进来吧。他还是不放心啊，陈爷爷，我爷爷到底让您保管了什么？他说，如果沈岩一辈子顺顺当当，就不用拿出来；如果有人拿亲情压他，抢他东西，就把这个给他。言儿，若你看到这封信，说明你已经被人为难了。东祥和彩礼不是值钱才给你，是怕你无处可退。老大得住而软，凤英最怕老的怨他。若有一天他们拿一家人3个字压你，你记住，亲情不是让你一辈子吃亏的绳子。若有人因横财盯上你，切记不要信姓薛之人。姓薛？坏了，当年骗你爷爷地契的人就姓薛。什么地契？你爷爷年轻时吃过薛家的大亏，薛家大饭才会钻空子，跟你爷爷称兄道弟。后来他说有一块坡地，他签了字，结果薛万才拿出来的不是转让协议，是假账，把你们家一块坡地骗走了。坡地就是现在村北片荒地，你们叫它乱石坡，以前是你们家的，后来被薛家弄走了。这次拆迁摸底范围再往外扩，那块地在范围里。薛成是薛万福的孙子，他爸叫薛贵，混年轻。陈老，您见过这辆车吗？车跑看不清，但这车薛贵生家有一辆差不多的。我这台还能用，磁带放进去试试。我是沈怀山，今天录这段话是怕家里人记不住做过的话。老宅东厢2间，要菜地一半，不是因为别人贵重沈岩，是因为这心软。若将来家里因为这份家产难为沈岩，我不愿我孙子再栽一次。老陈，帮他一把。怀山这人啊，嘴硬了一辈子，可心里比谁都明白，你爷爷不是最疼谁，他只是最担心你。这是当年坡地纠纷的账，薛万才拿了空白手印做借据。但你爷爷上的墨迹和手印时间对不上，手印是提前按的，字是后来。所以薛成现在盯上了奖，又知道拆迁可能翻出旧账。如果薛家能证明你欠他，或者证明你的彩票来源有问题，他们就能拖住兑奖，拖过60天，票就废了。沈岩，票是我店里打出来的，你最好明天来见我，否则我就让所有人知道你那票有问题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有人接触过我的彩票？有人在你买之后拿票之前接触过那张彩票。薛成想用这个做文章，比如你拿走的不是最初打出来的那张，或者票被人动过。他说票有问题不一定真有问题，但只要他去闹，兑奖流程就会被拖住。兑奖期限快到了，所以他现在才发视频。他不要证明什么，是要逼我们去见他，
私下见他一次，他就多一次设局的机会。楼下那辆黑车又来了。他们跟到这儿了。薛家还是老样子，先下再谈。报警吗？报。发视频威胁我们在南辰老家，楼下疑似有人盯梢，请你尽快过来。明天不能去见薛成。可如果不见他，他一定会去闹。见不见他都会去闹，区别是你见了他就多一次设局的机会，不见他只能去对讲中心公开闹，那里有监控流程有记录。你手上的黑戒指和视频里这只手戴的一模一样。不是我拍的，是薛哥让我跟着的。他说这小子手里有张大票，只要拖过对讲期，那票是废纸。对不起，这7年你提醒过我很多次，你哥哥靠谱，你妈偏心，你小姑精明过头，我每次都觉得你把家人想得太坏，现在才知道是我把人想得太好了。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能把善良交给谁都能拿走。你爷爷信上写的，亲情不是让人一辈子吃亏的绳子，你记住这就行了。沈岩，你妈刚才说要见你，关于薛成和那张彩票的。你要说什么？沈岩，你先答应我，你哥那边能不能别追到底？你叫我来还是为了他？不是，妈这次真是为了你。那天开奖后第2天了，他说你可能中了彩票，我一开始越想越怕。你大哥也说，彩票站老板给他透了话，说你买的那注中了头奖。薛成伟为什么会找我哥？你哥以前跟薛成借过钱。说什么？他跟薛成借过钱？什么时候？强子做生意那几年，外面欠了不少，他找薛成周转，越欠越多。120万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拿不出来。薛成有没有让你们做过什么？他说，如果想保住强子，就让沈岩拿不到钱，只要票过期，他就不收强子的礼。你哥说，只要想先把老宅签下来，再逼你交那份放弃声明的。我的手印是你早就准备好的。去年你爸住院那次，你来看他的时候睡着了，我就留了一个。薛成有没有提过兑奖中心？他说已经找人准备材料了，要证明买票那天旁边别人出了钱，说那张不是你一个人。我不知道，我只他说黑戒指那个人那会做作证。果然，薛成想打的牌是票归属争议。明天一早就去兑奖。沈岩，妈都告诉你了，不能，能不能？你告诉我，不是因为你毁了，是因为你怕了。如果让一步，唐山替我撑住的一切就都白费了。开吧。还在。走。沈岩来得挺早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来。你有话跟工作人员说。当然，我就是来说明情况的。这张彩票不是沈岩一个人买卖的，他只是代付，真正选号的人是我们。涉及大奖权属争议，需要先核验材料，兑奖流程会暂时中断。我们也申请同步提交证据，包括票付款记录、现场监控截图、跟踪证据、伪造债务材料。暂缓兑奖，有人实名举报这张中奖彩票涉嫌被盗。我实名举报，这张彩票不是沈岩自己买的，是我们几个人合买的，他只是帮忙付了。号码是我选的，钱也是我出的，沈岩就是跑腿。请把举额人姓名、身份证件、举报内容全部登记在案。留就留，我既然敢来，就不怕查。沈岩当晚买票之前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他负责代付和保管，票是我们合买的。我能作证，那天晚上我在场，他们商量的时候我听见了。如果有书面争议，兑奖流程确实需要暂停核验，我们这边会启动争议核查程序。暂停核验可以，但正常情况下，已经在期限内有效票据会进入争议核查，期限以提交受理时间为准，请立刻受理原评级。沈岩，你老婆确实厉害，
可是你们忘了一件事，这张先给你，剩下那张我留着核对。现在明白了吗？你手里那张也许根本不是你当场拿走的那张，我可以说你后来拿了一张假的，偷换了店里的真票。我店里已经提交异常报告了，这张中奖的彩票是被盗票。正好，这是我昨天请许律师从彩票站并采编彩酒店拿到上的反光，虽然不清楚，但看到沈岩进店买票的时候，柜台旁边没有这个人。这是彩票中销售沈亮元手和沈岩手中原票一致，付款记录在出票前10几秒离店，从店门到小区到银行保管户，全程有证据衔接。请先对原票进行验真登记，争议归争议，票据受理归受来。票据真实，已在期限内受理，后续奖金发放等待争议调查结果。你去哪儿？说我欠薛成100多万，说我被他逼着做这些，说妈帮我拿了沈岩的手印，说你们这些年嘴上一碗水端平，其实谁也没管我死活。你欠可以说，你缺钱可以商量，可你不能胳膊往地身上招。他们8000多万给我还债，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沈岩拖死？只为了沈强那点儿120万，值得你动用这么多人手伪造这么多材料？当然不止，你盯的不只是那张彩票，你盯的是乱石坡那块你爷爷当年从沈怀山手里骗走的地。老东西，你少管闲事！爷爷薛万才当年用空白手印骗分沈家的坡地，你爸薛贵生后来拿着那张假据去村里闹过，想把那块地彻底变成薛家的。老子放你少我这茶罐！乱石坡涉及历史争议，沈怀山当年提交的申诉材料还在，虽然没有最终解决，但底子是沈家的。放屁！当年那张借据，墨迹在前，手印在后，空白手印被填了字，墨色压住了手印的边缘。这套路，你们薛家用了3代。爸，票，没事吧？哈哈哈！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？我爸已经去村里了，沈家老宅和乱石坡，谁也别想登记成功。薛贵带人闯进去了，他手里拿着一份新材料，上面写的是沈德海一家自愿用老宅权益抵沈强欠款。我什么时候欠过这个？白纸黑字，你们沈家欠我们家钱，老宅和乱石他后续全先抵，合抵。这不是我签的。何英，你去年可不这么说的。你亲手把沈岩的手印交给我的时候，可没说不是我签的。我只给予过一张空白手印。你家自己人给的谁，怪谁？这份协议里的沈岩签名和手印来源明显可疑，签名笔迹与之前伪造材料高度相似，手印可能来自同一批空白油。你一个女人少在这儿吓唬人！他不是吓你，他是替我把你们的路堵死。哥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，你欠的可以自己还，你被人逼也报警，可你拿这些东西填你的窟窿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之间只走法律程序。沈岩，妈真的错了，妈就是怕你哥被逼。妈，你怕他被逼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会被你们逼到没路走？如果不是唐商，那张彩票没了，爷爷的东西没了，我还背上一身东西。把表格拿来，重新填。这是你爷爷早就给你的。薛贵生，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手里的这份协议来源、签字时间、在场证人都需要逐一核实。我不跟你们说，我要等律师。可以，但在这之前，材料先留在这儿。你爷爷要是知道你今天这样，他未必高兴。我爷要是还在，他会告诉我做得对。沈岩，你跟爸说一下，我没想把事儿弄成这样。哥，你找薛成借的时候，找黑夹克伪造借的时候，让妈搞我的手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站在面前说我面相？我想把事儿弄成这样。这个家散了，不是散了，是把该还的还了。你爷爷当年说的没错，你心软，但你不软的时候比谁都硬。
经过核验，彩票争议调查结束。我现在宣读结果：薛成提交的核协议应笔迹鉴定沈岩签名序伪造，被盗声明中的视频证据经技术分析为事后摆拍补录。当天同一端的出票序列与沈岩持有票完全一致，不存在替换或篡改。以上材料全部被认定为虚假证据。薛贵生因伪造追加调查，沈志强因伪造借壳，马丽娟因协助转移关键产权材料立案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结束了。等兑奖。沈先生、唐女士，中奖彩票已完成兑奖程，扣税后的奖金已经打入你们指定的账户，请两位核对一下。沈岩，看看数。我不敢看了，你帮我看。想好第一笔钱怎么花了吗？先把你想开的甜品店买下来。你不是说要先还房？房会还，爸那边该尽的责任也会尽，但这一次先轮到你。你替我撑了2个月，从装穷那天到今天，你没睡过一个整觉。店是你要开的，钱就该先花在身上。唐商，从装穷那天到现在，你替我扛了多少？我不扛，谁扛？不接。沈岩，妈，妈就是想看看你，不闹，就是想看看你瘦了没，过得好不好。妈，我很好，甜品店下周开业，你要是愿意来，我人接你。但家里的事已经走法律程序，该追究的我还是会追究。知道了，妈不逼你。你妈会来吗？来了就是来了，不来也没关系。现在她来不来都不会影响我怎么选。你妈一个人在老家，身体也不好，精神更差，我得回去照顾她。爸，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我每个月给你转生活费，要是妈有什么需要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沈岩，爷爷留给你的东西，你守住了。爸没用，没帮你，但爸替你高兴。这话是不是太傲了？客人看了会不会觉得这家店门槛高？不傲，这是咱们用2个月换来的。你用2个月把家底看清楚了，该信谁不该信谁。我用2个替你挡了所有子弹，写这句话值。2个月前你让我装穷的时候，我还在想这辈子是不是完了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装穷那晚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晚。我说真的。我知道。过来帮我擦桌子，明天开业，每张桌子至少3遍。沈岩，我不求原谅，没什么好说的，输了就是输了。你替爷爷争了口气，我不如你，也不如他。强子，回吗？不回，没什么好回的。那怎么处理？多的留着，抽屉里。他写的东西就这1封，别扔了。难受吗？有点儿。小时候爷爷在东乡教我下棋，窗台上还有他用刀刻的棋盘线，手指顺着线走，刚好放下一切也没了。棋盘线带不走，但东西能带走。
你爷爷留给你的不是墙，是底气。墙拆了，底气又不会塌。现在出息了，还来看老宅，一家人嘛，房子拆了，感情还在，以后常回村里坐坐。有事找绿。乱世坡的事定了，历史材料核验通过，薛家那边涉及的权益份额全部剔除。你作为沈怀山指定的继承受益人，有优先确权资格。老梁叔，我不要地，不要地，那权益折现也行，数目不算小。折现之后，捐一半给村里的老人食堂，另一半留给陈会计养老。他替我爷爷保管材料这么多年，该拿的。你知道那地折现多少钱吗？不是小数。知道，但这不是我的钱，是我爷爷的。他走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是村里那些老伙计，跟他下棋的，一起喝过酒的。他要是还在，也会这么做。我不能拿他留下的东西过自己的好日子。你爷爷要是他会笑。你妈做的，非让我带来。她说你小时候脚爱出汗，穿布鞋舒服，做了大半个月，眼花了，针就没以前齐了。她让我告诉你，底下那层多纳了3道线，耐磨。收着吧，他花心思做的。海参怎么样？就是话少了。以前你在家的时候，她唠叨不停，现在一天说不了几句，每天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不怎么出门。我让她出来走走，她说累。你告诉他，鞋收到了，我穿成合脚。行。爷爷，东乡我没让出去，菜店我也拿回来了，薛家账平了，外婆捡现的钱给了村里老人食堂，一半给了陈会计。妈老了，爸没以前那么事儿了，唐帆的店开了，生意还行，枣树种上了，刚发芽，还没长高。你信上写的我都记着。你说亲情不是让人一辈子吃亏的绳子，以前我不懂，总觉得退一步就能换来和气，让一次就能换来体谅。现在我懂了，人退了就没地方站，我不退了，你留给我的东西我守住了。走了，下次带糖糖一起来看你。一片平整的空地，东乡没了，院墙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爷，你留给我的不是房子，是底气。尝尝，客人说太甜了，我减了糖，你看这个甜度行不行？还好，不腻，栗子味够浓。那是你嘴甜，吃什么都觉得好。沈岩，这日子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，不用装了，不用怕了，没人上门讨了，你也不用半夜给我盯楼下了。楼下那辆黑车后来怎么样了？黑交代了，车是薛成的，车也扣了。那辆黑色轿车开奖那天停在楼下，后来跟着我们去了村委陈会计家兑奖中心。糖糖，谢谢你。那天晚上你抢了我的手机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。你谢过了。再说一次。老梁儿子结婚，让我当证婚人，
挺好，去。我哪会证婚？我连婚礼都没参加过几回。你连官司都打过了，证婚不比打官司简单。梁叔，我当证婚人不够格吧？收到请柬了吧？够。你是沈怀山的孙子，这件事全村都知道。你爷爷当年是我证婚人，现在轮到你，这叫传承。你来不来？来。站直了。下面有请证地人沈岩先生。我爷爷沈怀山教我一件事儿，他说人可以善良，但不软弱。善良是把底线守住之后再去对别人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多出世、多有钱、多风光，是因为我爷爷把他的底气留给了我。出门以后的路，心里有底，背后有人。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先守住自己的底，再去替对方着想，这样不会亏了自己，也不会负了对方。我刚刚说的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妈，阿姨，糖糖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，我就坐一会儿。挺好。嗯，你以前就说想开个店，妈还笑你做梦，说你一个理工男懂什么甜品。那时候妈一当真。那时候是做梦，现在不是了。沈岩，妈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，就是那天晚上接了你的电话。你说你炒股赔了，妈的第一反是别找我借钱，不是你还好吗？妈那时候心里只有你哥。那不是你做错的事，那晚你只是让我看清了，早看清比晚看清好。妈，你自己留着花，你退休金不多。不是给你的，是给唐豪的。她嫁给你，受了不少委屈，这个是我欠她的。妈走了，你好好过。薛一营犯事被处罚金，赔偿沈岩各项时共计35万，包括假借条期间劳工费、诉讼期间产的交通和材料费用。这笔钱已经划到你账户里了。另外，彩票争议期间你们爹付的诉讼费用，法院判决由薛成承担，大概2万出头，稍晚几天到账。知道了。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是存起来，还是有其他安排？赔偿款捐给村里修路，不花徐家的钱。35万都捐了，修路不是小工程，但35万不够整条路，你可以考虑留一部分做别的用途。捐了，不够村里再凑，多少算我一份。薛家的钱我花着脏，他不是被法院判了，不得不掏。这钱落在账户里，我每次看见都会想起来那些事儿，捐掉，干净。行，我帮你走手续，款项定向捐赠到沈家村道路硬化项目。你妈一个人在老家，身体不好，精神更差，我得回去照顾她。她膝盖疼，下楼费劲，我回去了至少帮她买菜。爸，你想好了，回去了可能就再也过不上市里的日子了。老家冬天冷，夏天蚊虫多，想好了。爸这辈子欠你太多，你爷爷留给你的东西，爸本来应该替你守住，结果没守住，反而是你自己守住的。爸没脸在你这住着，我每个月给你转生活费，回去陪她。要是妈有什么需要，你给我打电话，药、看病、买东西都跟我说。行。爸，爷爷那个铁柜钥匙你还留着吗？留着，你留着吧，柜子里没什么重要的，但那是爷爷的东西，留着比放我这儿有意义。留着。以前这块地是我家的院子，
院子里有一棵枣树，不是后来种的那棵，是更早的那棵。爷爷说那棵枣树是他爹种下的，比他年纪还大，夏天树荫能半个院子。后来呢？后来盖房子的时候砍了，爷爷说不砍不行，房子没地方放。他砍树那天坐在门槛上抽了一整包烟。唐城，以后这里要是盖新房子，爷爷以前说枣树硬气，不挑土，在哪儿都能活。我想替他种2棵，就种在原来那棵老树的位置附近。将来树长大了，夏天也有阴。那就种，我帮你挖坑。敬过去1年，敬未来，敬沈怀山。他要是看到今天，该笑了。他孙子把他没办成的事儿办成了，他肯定在笑。糖，你说爷爷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知道我没把东乡让出去，知道菜地我拿回来了，知道我把乱世坡折了线捐给了老人食堂和陈怪济，知道我还在这里种了2棵枣树。知道，你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。你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在证明你听进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爷爷那封信里写的，你跟你现在能落脚，你就在这里种了2棵树。他写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你就在那些人为难你的时候站住了，这还不算知道。